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似乎天生就财运亨通，贵人相助，甚至连花鸟鱼虫都愿意亲近他？这背后究竟是偶然的巧合，还是一种我们看不见、摸不着，却真实存在的能量场在起作用？大家好，我是厚朴，有佛法就有办法，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你可能会觉得这听起来有点悬，但如果揭示这个秘密的人不是什么风水大师，而是一位站在世界科学之巅，被誉为诺奖热门人选的天才医学博士呢？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位传奇人物杨定一博士，他与万物生灵之间的不解之缘，以及他身上那种连动物都能感知到的强大的生命光环。这其中隐藏的秘密，或许将彻底颠覆你对财富、健康乃至命运的认知。要读懂杨定一博士的经历，我们必须先了解他的根。这个人用天之骄子来形容，都显得有些苍白。1958年，他出生于台湾，7岁移民巴西。普通孩子还在玩泥巴的年纪，他已经开始在知识的海洋里加速前行。13岁就收到了世界顶尖学府耶鲁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同年更以全国第1的成绩考入巴西利亚大学医学系。这只是个开始。17岁，他拿下纽约洛克菲勒大学的生化博士；21岁，再添一顶康奈尔大学的医学博士桂冠；27岁，他已经坐上了洛克菲勒大学系主任的宝座，成为该校史上最年轻的系主任。要知道，那可是全世界诺贝尔奖得主密度最高的地方。他还是最早发现白细胞中的穿孔素能够像精确制导的导弹一样杀死肿瘤细胞的科学家之一。这一发现被载入了全世界的医学教科书，让他成为了诺贝尔奖的有力竞争者。看到这里，你可能会说，这是基因好，是家庭教育的成功。没错，他的父亲是享誉国际的科学家，兄弟姐妹个个都是25岁前就拿下双博士的学霸。这固然是人的因素，但在我们风水和命理学看来，如此集中的家族荣耀背后必然有天时与地利的加持，我们称之为天意，或者说是承载了某种特殊的使命。而杨博士的与众不同远不止于此，因为他从小就拥有一个让无数修行者梦寐以求，却也让他困惑多年的天赋，他能看见光。他看到的不是神神怪怪的东西，而是每个人身上都环绕着的一层辉光，大约15公分宽，色彩变幻，如云似雾。这个现象在1911年被一位英国医生吉尔纳首次用科学仪器观察到，他称之为人体辉光。这位医生坚信，这层光就是我们健康和情绪的晴雨表。当一个人精力充沛，心情愉悦时，光芒就明亮绚烂；当他身心俱疲，情绪低落时，光芒就暗淡无光。用我们东方智慧来解释，这就是气场，是一个人精气神的综合体现。一个人的气场强弱，直接决定了他的运势好坏、财富多寡，乃至健康与否。而杨博士就是那个能用肉眼直接看到别人气场的人。更神奇的是，他发现不仅仅是人、动物，甚至植物都对这种光极为敏感。一个人的气场是祥和还是暴力，是充满善意还是暗藏杀机，动物们一眼就能看穿。
这或许就是解开杨博士与动物奇缘的第一把钥匙。他的气场必定是纯净、祥和且充满生命力的，才能吸引那些最具灵性的生物主动靠近。经历要从他童年时说起。那时，只要他走到海边，总会有海豚从远处游来，在他身边环绕嬉戏，仿佛是久别重逢的老友。后来他有了孩子，这个魔力依旧存在。女儿常常自豪地跟小伙伴们说，我爸爸能把海豚叫来。有一次，侄女来访，也想见识这神奇的一幕。杨博士便带着2个孩子走向海边，才刚踏入极稀的海水，一只海豚就仿佛应约而来。他围着杨博士，用身体轻轻触碰他的腿，像是在打招呼。杨博士心中升起一个念头，希望他能跟孩子们也互动一下。奇妙的事情发生了，那只海豚仿佛听懂了他的心声，真的游过去，分别用身体蹭了蹭2个孩子，还让他们抚摸自己光滑的背鳍。2个活泼的孩子在那一刻完全被震撼了，变得异常安静。海豚在他们身边停留了足足5分钟，才恋恋不舍地游向深海。上岸后，包括杨博士在内的3个人都陷入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宁静之中。他们不约而同地躺在沙滩上，望着天空，仿佛在回味一场灵魂的洗礼。回家路上，谁也没有提起海豚的事，只是默默地道歉，因为他们玩得太久，错过了晚饭。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是一种超越语言的沟通。现代科学研究发现，海豚能发出高频超声波，这种声波对人类的大脑有奇妙的疗愈作用。但在我看来，这更是一种同频共振。当一个人的内心足够宁静、祥和，他的能量频率就能与大自然最高智慧的生物产生共鸣。这种共鸣能洗涤心灵的尘埃，带来深度的平静。这不正是我们许多人耗费重金去追求的疗愈吗？另一个经历发生在他女儿14、15岁的时候。女儿的好朋友来家里玩，那是个对大自然充满向往的城市女孩。杨博士带着他们去纽约中央公园，女孩好奇地问，我们今天能看到什么特别的动物吗？杨博士笑着说，海豚和鲸鱼估计不行，但蝴蝶或许可以。他让那个女孩坐在长椅上，闭上眼睛，静下心来。5分钟后，他让她睁开眼，但不要说话，只是在心里对你看到的每一样东西说谢谢。看到树就对树说谢谢，看到天空就对天空说谢谢。女孩照做了。几分钟后，不可思议的一幕上演了，一只硕大而美丽的蓝色蝴蝶，仿佛一只蓝色的精灵，缓缓飞来，就在女孩的头顶盘旋。杨博士默默伸出右手，那只蝴蝶竟像训练有素的信使，轻盈地落在了他的手上。他示意女孩不要动，自己也保持静止，只是在内心不断地对蝴蝶说着谢谢。时间仿佛在那一刻被拉长了，1分钟的停留，在女孩的感觉里却像是永恒。那女孩完全沉浸其中，眼睛睁得大大的，连眨眼都忘了。最后，蝴蝶振翅飞起，绕着它们盘旋几圈后，消失在天际。回去的路上，女孩一言不发。这个经历的后续更令人动容。10年后，杨博士偶遇女孩的父母，母亲激动地拥抱她，告诉她，是你和那只蝴蝶彻底改变了我的女儿。从那天起，她开始主动探索生命的意义，整个人都变得通透、
豁达。朋友们，这个经历告诉了我们什么？一个简单的谢谢，一份发自内心的感恩，就是最强大的风水能量。当你对世界报以感恩，整个世界都会以奇迹来回应你，这比任何风水摆件都更加灵验。然而，杨博士与动物的缘分并非总是温情脉脉，也有过让他刻骨铭心的教训。一天上班前，他在车库里看到一只小老鼠，当时没多想，顺手就用扫把将它打死了。处理完尸体后，他心里立刻涌上一股强烈的不安。到了办公室，这种不安感愈发强烈，浑身都不对劲。他找了个角落静坐，试图平复心绪。就在那时，一幅幅画面如电影般在他脑中闪现，那是他刚刚打死的那只小老鼠的一生。他不断地在心里对他说：“对不起，请原谅我。”突然，一阵剧烈的刺痛从他头顶传来，仿佛有一根很长的针狠狠地扎了进去。那种痛真实的让他记忆犹新。紧接着，他过去在医学实验中所有经手处理过的小白鼠的影像全部涌现出来，每一次处理都化作一根针刺向他的头顶。那个下午，他承受了数不清的针刺之痛，也流下了深深忏悔的泪水。这个经历让他彻底明白，万物皆有灵，生命皆平等。我们每一个起心动念，每一个行为，都在编织一张无形的业力之网。神通不敌业力，再高的智慧，再大的成就，也无法逃脱因果的法则。这是对我们所有人的警示。而另一个经历，则将我们带向了更深的远古智慧。在台湾时，他带领团队去内湖的山区考察，山路蜿蜒，风景秀丽。突然，他和学生大卫同时停住了脚步，前方有一双眼睛正死死地盯着他们。那是一条巨大的眼镜蛇，身体有6-7公分粗，撑开的颈部宽度接近30公分。他昂起上半身，高度甚至超过了杨博士的腰部。要知道，杨博士身高超过1.8米，他就像一位山中之王，眼神庄严而傲慢，带着一种不容侵犯的威严。学生吓得连连后退，差点摔下山。杨博士却一动不动，只是静静地与他对视。没有恐惧，没有敌意，只有一种跨越物种的古老的连接。30秒后，巨蛇缓缓收起身子，如一道闪电，消失在草丛中。下山后，杨博士没有告诉学生，就在与蛇对视的那短短30秒里，他的脑海中闪过了无数古老的画面。他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在古老的梵文里，那家这个词既代表着蛇或龙，也代表着知识的保管者。传说中曾有一位龙树菩萨深入龙宫，取出了被龙族保管的无上智慧经典，才让人类获得了大乘佛法的精髓。如果我们将这个传说与杨博士的亲身经历，以及古印度典籍中记载的那家族是来自天外的高智慧种族的说法结合起来，一个大胆的猜想浮出水面：龙树菩萨会不是一位来自其他维度的信使？而那些被我们视为神话的龙族，会不会就是这些智慧的远古守护者？杨博士的奇遇还有很多，比如在巴西瀑布前，他心中呼唤一位传说中的巴巴吉大师，结果一只流浪狗跑来，一路引领他，并在瀑布前与他对视良久。他相信那是大师的化身。多年后，在美国的家中，
他儿子养的狗罗根有一天突然用一模一样的姿势，将下巴和前爪搭在他的腿上，用同样的眼神凝视着他。而那时，他的儿子正在旁边唱歌，对这一切毫无察觉。还有一次，他在佛罗里达的海边口述写书，天空中突然聚集了30-40只鱼鹰。要知道，这种鸟是独行侠，极少成群出现。它们在他头顶盘旋，如同演奏交响乐，引得路人纷纷拍照。他相信，这是宇宙在用这种方式鼓励他将这些经历和感悟分享出来。杨定一博士分享这些经历，并非为了标榜自己的与众不同。他想告诉我们的是，真正的奇迹都蕴藏在最平凡的生命之中。那位与他对视的巨蛇，那只带来忏悔的老鼠，那只传递感恩的蝴蝶，那群给他鼓励的鱼鹰，在他看来都是他的老师。他们用生命告诉我们，你的气场就是你的风水，与其向外求，不如向内修。修你的善心，修你的静心，修你的感恩之心。当你内心的能量场变得纯净而强大，好运和财富自然会被你吸引而来。万物有灵，敬畏生命。你如何对待世界，世界就如何回应你。善待每一个生命，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草一木，你种下的善因终将结出意想不到的善果。答案就在自然里。当你感到迷茫、焦虑时，去亲近自然吧。去海边听听涛声，去森林里拥抱大树。大自然拥有最强大的疗愈能量，它能帮你找回内心的平静与智慧。杨定一博士，这位站在科学金字塔顶端的人，用他的亲身经历为我们验证了东方古老智慧的真实不虚。他的人生就是科学与灵性最完美的融合。希望今天的经历能给屏幕前的你带来一些启发。从此刻起，试着去觉察自己的内心，去感恩身边的万物，或许你也会在不经意间开启属于你自己的奇迹。不执着于吉凶的表象，借风水的智慧化解生活的困顿。如果你也在寻找破局的力量，请订阅般若语，并分享给你的朋友。